方先生学通古今，这武学之道只是其次。我还真想跟方先生轻谈几日，有朝一日一定会放你出去，一定会的。哦，此话当真？嗨，在方先生面前，怎么能说假话呢？嗯。好酒啊，是敖家老酒的香气。方先生，我把女儿嫁给了敖家，而且我还让敖谢天他们重新酿起了敖家的老酒，怎么样？够味儿吧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还见到了敖家的三奶奶，想见她了吧？不仔细看，还真看不出来了。雨桐，你给我涂了什么药啊？这是缅甸的一种药，我从英国带回来的，一夜之间就能把伤全都养好。在英国，这种药都是很贵的，都是那些贵夫人用来去除脸上和手上的疤用的。伯母，您脸上是怎么划到的？指甲划到的，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周姑娘，你别再说了。我明白。周小姐，您父亲府上的船还在外面等着呢。哎，我知道了。伯母，我爸爸说，请您今天跟我一起回去。什么？子轩送你回去不就行了吗？可爸爸说一定要让您跟着一起去，他主意又变了，想请您看落花残卷呢。对不起，大少爷，我家先生说了，今日只是与亲家小聚，并没有请旁人。我算旁人吗？我是子轩的哥哥呀。大少爷，我家先生说了，只请三奶奶和三少爷。大哥，你在家好好待着吧，这样，我替你看，啊。你们听好了，子叔如果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三奶奶，您还是别为难我们的好，要是先生怪罪下来，我们怕什么？我去跟我爸爸说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罢了，反正我在周先生眼里，也算不上什么。三婶儿，子轩，你们可一定要看仔细了啊！我就不去了。哎，子叔，大哥，三奶奶，请上船。上船吧。爸爸，伯父好。你们好，三奶奶，我已经等候多时了，我还真怕你不给我这个面子。周先生请我，当然不能拒绝了。何况我怎么舍得周姑娘？请，伯父先请，走。二爷，醒醒，醒醒！我家主人要见你。在哪儿啊？跟我来。在哪儿？您就给我们通报一声，就说我们老几位联名来见周先生。对，就是。先生现在有客，外人一概不见。好，你们几位都来了。
我那书楼怎么修着修着给停了呢？哎，可不是，我那儿也是一个字儿没见着啊。都一样啊。那你说说，在敖庄，除了我们老几位，还有哪门的贵客要见周先生啊？几位楼主还真是自重啊！我家先生正和敖家三奶奶闭门谈话，你们还是等着吧。你快去通报你家老爷，我们要见周先生。我家先生的女婿一天做不上丰满楼的主人，恐怕所有的事儿都得拖下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，你看，爸爸，你现在可是越来越讲气派了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这是在讥讽我。知道就好。三奶奶，让您见笑了。我跟我女儿向来是讲民主的，不服她不行啊。你说你要外面那些兵干嘛？你又不是官老爷。都听说我府上有落花残卷，自然是被贼给惦记上了。昨天府上就遭到一劫呀。这贼真是够急的，不知虚实真假就来偷了。妈，伯父啊，藏了那么多的宝贝，自然会有很多人惦记着。瞧见没有？亏你还是我的女儿，你都不如人家子轩。去吧，跟子轩到外边去转转，我跟三奶奶有话要说。去吧。走。见到三奶奶，我就想起当年在南湖楼大会上初见你的情景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点都没变。周先生，您真是客气。18年了，人怎么会不变呢？哎，当年那位老者是您的父亲吧？他现在还好吗？他早已不在了。恕我斗胆问一句，江湖上疯传说敖家的三老爷是被落花宫的人害死的，有这回事吗？此事是敖家的忌讳，请周先生见谅。请原谅，恕我冒昧。其实，当年我和少芳兄还真是有一段交情，想必你们都是不知道的。是吗？我们是在一次出游时相遇的。那个时候我们在船上饮酒，纵谈天下3天3夜，真是不亦乐乎。我至今还记得少芳兄那种慷慨激昂的神情，真是历历在目。我真想再见他一面，与他饮酒畅谈。可惜啊，故人已去，物是人非。先生，各大书楼楼主都在外面候着呢。周先生，还是去见见他们吧。三奶奶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回敖庄，满眼都是些贪书如命的小人，没有一个像少芳兄那样知书爱书，通达天下。我今天见到您，也是感慨万千。我真正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才子配佳人呐。周先生，如果您再这样说下去，恐怕我做不下去了。好，那我就不说。我们不管这些身外的俗事，我请你去赏落花残卷，如何？请。他们这是干什么？是在监视我们吗？他们啊，这是在保护你这个大小姐。以前爸爸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总是神秘兮兮的。我倒很佩服他。我觉得
他身上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力量，很多人都会怕他，这很好啊。三奶奶，这屋子简陋得很，不值得一看。此非陋室，惟吾德馨。值不值得，岂能以外表断也？三奶奶真是跟常人不一样，我没看错。请吧。三奶奶，请开。啊。哎呀，这个果然是落花残卷。是吗？嗯。你看，这上面不是写着吗？嗯，写着的可不一定是真的。你看这个字体，这纸页的古朴，我听我爹说过。上百年的旧书就该是这样的，周先生，如果是子书见了这个落花残卷，一定会很兴奋。可惜呀，它是假的。假的？你家主人在哪儿啊？还没到啊？快了，快了，前面那条大船就是。爹，孩儿回来了，请原谅孩儿的不孝。好小子，哭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，让爹看看。爹，孩儿其实早回来了，只是不敢露面去见你。爹知道，爹明白。自从酒窖又酿出好酒，我就知道准是你。除了我儿子，别人不可能酿出这种好酒来。哎，天儿，你还走吗？天儿，爹老了，爹不想没你。天儿，往后咱爷俩只能是偷着见面。爹知道你苦，往后那酒窖，那酒窖，酒窖就是你的家啊！周先生，你真的为难我们了。子叔一直是公认的丰满楼楼主，现在周先生让子轩担当，恐怕有失妥当。我觉得子轩不比他哥哥差多少。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子叔的确是博通古今，旁人是比不了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子轩是我少峰兄和三奶奶的儿子，又是我的女婿，谁敢小瞧？周先生，我是不愿意让子轩登丰满楼的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只是我相信，如果少芳还活着的话，他也会这么做的。这就有意思了。这天下多少人仰止的丰满楼，你们却不愿意登。
周先生，刚才不是还在说那些贪图身外之名的是俗人吗？怎么现在你也图起虚名来了？雨桐跟我们家子轩2个孩子的事，以后最好不要再和书楼挂在一起了。好，好，三奶奶说的没错。不过，我更希望子轩能登上风满楼，像他哥哥一样，博通古今。周先生，心胸之大，并不在于读书多少。我敢断言，现在子轩的心中容下的东西，已经比他大哥多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三奶奶不必再说。三奶奶，三奶奶，雨桐就在家住下了，何时能回，还要等三奶奶的口信啊。我想回就回。周先生，周先生，周先生，我们可在这儿恭候多时了。是。周某已经说过了，一切事情都要等小女出嫁以后再说。各位，告辞。妈妈，周先生不会让雨桐不见我吧？啊？子轩，走吧。三奶奶是全看您的了。你看，我们是老的老，少的少，在这儿等了2个时辰了。周先生又说出这样一句话来，那我们只有盼着敖府的喜信儿了。弟妹啊！这家里都乱了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嫂子，出什么事了？几大书楼的楼主都来了，说是来劝老爷子的，可实际上是来逼宫的。逼宫？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你说我们家子叔招谁惹谁了？怎么人人都想把他从楼主的位置上拉下来呢？老爷子呢？哦，在大堂呢，让我来叫你。走吧。各位，时候不早了，到前院用饭吧。总这么做下去，也不是办法。爹呀，还是先吃饭吧。有些话可以到饭桌上去说吗？再说，各位的家里是不是也都等急了？哎呦嘞，三奶奶，别变着法儿的哄我们了。家里人都知道，要不来钱，我们回去也没用。要钱，怎么要到这儿来了？三奶奶，您现在是贵人了，您就别嘲弄我们了。敖翁啊，我们的难处您是知道的，就让子叔先侄暂且委屈一下。哎，我们各大书楼今后让他随便上，都是您的孙子，谁当楼主不一样嘛。爹，爹，子叔读了那么多年的书，他不容易呀。风满楼什么时候修过楼主啊？这叫我们子叔怎么活？嫂子，你别急。各位，我倒想问问，那个周先生没来之前，好像各大书楼也没这么缺钱啊。这怎么好像弄得跟敖家欠了你们的钱一样？山不转水转，水不转人还会转。
怎么就非要这钱不可呢？说句不好听的，诸位都是大家，没发现你们已经成了周先生的马前卒了吗？你这话放肆！谢谢你，坐。这三奶奶的话嘛，也有些道理。哎，可我们的苦处，谁知道啊？哎，周先生来之前，我们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。对外面是强撑着大书楼的架势。周先生来了，一登我西方堂，哎，他感慨呀，他就说：“你看看，这破的破，烂的烂，哪有大书楼的风范呢？这样吧，我出钱，给你们修补修补，再添些新书，怎么样？”哎呀，当时啊，哎，我这心里头啊，哎呀，就别提了。多少年了，哎，不瞒各位说，我西风堂什么时候添过一本新书啊？啊？你看，啊，哎，我们图的是钱吗？不是。读书人呢，讲的是个良心。周先生是我们敖庄的大恩人呐，他捐了这么多东西，不就是想让自己的女婿登楼做楼主吗？这点请求，也不算过分呐。敖翁，我们真不是为了这点钱来的，我们就是为了维护藏书人的良心。常言道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。对呀，自从周先生还给了我家的镇楼之宝，我对周先生是感恩戴德，无以回报啊。不错，我们是替周先生着想，可更是替你们敖家着想啊。咱们敖庄的人做事，不能背了信义。三奶奶呀，您若是和周先生结成亲家，哎，那您就是敖庄的这个呀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就请三奶奶做我们各大书楼的全权代表，到周先生那儿去商量商量。我想周先生也不会驳亲家的面子。诸位老人家说的有几分道理，可是谁能说得清楚周先生的来历呢？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三奶奶呀，您这话的意思，不就是想弄清楚周先生到底是不是当年的孔乙白吗？这个事儿啊，我们老哥几个也怀疑过。可仔细一想，当年孔家大少爷脸上挨了一刀，留下了深深的刀疤呀。可你看周先生，脸上干干净净的，他们两个人怎么会是一个呢？虽说是我们老眼昏花，可是我们仔细看过了。三奶奶，你面对面跟他站得那么近，你看出他脸上有什么毛病吗？你怕了？你怕了？你害怕了？我看见你眼里的担惊受怕，你瞒不住。我知道你最怕的是什么。如月，我求你了，
可以帮你。我是你媳妇儿，你知道，这家里谁说了算？我可以帮你。子树，给我个儿子，我们生个儿子好吗？啊！不。三婶不跟你说了吗？我们生个儿子，我要让他登峰满楼。不。为什么不？我不能和你。你为什么不？我知道，你一直嫌我脏，可我的身子是你们敖家弄脏的。你记着，总有一天。我铁把火把你们敖家烧个干干净净！酒，给我酒！我要喝酒！酒，给我喝酒！主人，这要下几天了？10天了。现在的方文静已经是神志不清，主人问他什么，他便说什么。好，好好的给我伺候方先生。是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我家主人问你话呢。先生问你话呢，你和云儿什么关系？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我已经跟那个周先生说过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不能让子轩做这个楼主。弟妹，这恐怕不是你能够做主的吧？嫂子，你先别急，我们总会有办法的。这个周先生，未免太盛气凌人了。唉，有什么办法？啊？这一句话，咱们没钱，人家有钱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我看呢，我看
就让子书受点委屈吧。子书，听到了吗？是。爹，万万不可！这样下去，哪里是子轩做楼主，是那个周先生做了4大书楼的楼主。小姐呢？她怎么没下来？已经请了3回了，大小姐说还不饿。去叫她下来。大小姐说了，您要是不让她出去，她就永远都不下楼了。子书从小是我把她拉扯到丰满楼去的，你以为就你这个做娘的舍不得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倒不如将计就计，看看这个周先生下面到底要走的哪步棋。那爹的意思是不让子书做楼主啊？暂且让他委屈一下，保住丰满楼要紧啊！小姐，小姐，雨桐，这几天你总是往外跑，跟爸爸一句贴心话都没有，这样的女儿，我要了也是寒心的。算了，就算我白养一个女儿送给人家了，从今往后我不再管你，你爱去哪就去哪。你走出这个门，没有人拦你，可是你要再想进来，没有人敢让你进来。走吧。爸爸，你干嘛那么狠心嘛？你不是要找子轩吗？那你就去吧。我恨死你了！妈妈要在的话，一定不会让你这样欺负我。雨桐，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你跟子轩说走就走，你顾及到我吗？啊？爸爸这心里真是空荡荡的。爸爸，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人家。爸爸不反对你和子轩来往，可是我们需要一个名分。为什么要有名分？我跟子轩有感情，干嘛非要做给别人看嘛？雨桐啊，雨桐，这不是在英国，这是在敖庄。在敖庄要没有个名分，就得受人指责，挨人家欺负。
那时候你所受的苦，你根本都想象不到。在敖庄要是没有一个名分，人活着根本就不像个人，就是任人宰割的牲口。爸爸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爸爸，从前我们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没有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爸爸，你从来都不跟我说你以前的事情，你一定是有事在瞒着我。爸爸，别问了。好了，我的乖女儿，再耐心等等，啊！爸爸向你保证，2天之后他们肯定会来接你。回来了。水都准备好了，来。哎呦，这烫死我呀！等一下啊，有凉水。如何？老爷子说了，明天就安排你弟弟上楼，从此你就让给他吧。哎，可我替你争了争，倒是争回来一点儿。我当着老爷子的面跟三婶说了，瞒过周先生就得，以后还是让我们家子舒说了算。等那个周姑娘嫁过来，子轩就主动给我们家子舒让出来。爷爷怎么说？哼，我说话他能不同意吗？不过，那个三婶那关挺难过的，她一心想让自己儿子替了你。还好，老爷子现在都听我的。再倒点热水啊！你想冻死我啊？啊。妈妈，你要走吗？妈妈，这2天我想来想去，给家里给大哥添了不少乱，这都是我回来惹的事。妈妈，我想走。你走了能了事吗？妈妈，我根本不想跟大哥抢什么楼主。我觉得这太荒唐了。这里发生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你想逃？如果娘像你一样，遇到麻烦就走，那倒是眼不见心为净。可是这个大家也早就垮了，
子轩，你想过没有？娘知道你见不到雨桐着急，你更气在那些俗人偏偏拿你们俩的感情做交易，更气的是拿不耻的丰满楼楼主做交易，所以你气，你恼，是不是？妈妈，你都知道。做娘的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所以你透不过气来，想走，想过自在的日子，这才是娘的好儿子。你想走，娘愿意跟你一起走。你看不上丰满楼的禁令，娘从心底也看不上。子轩，你要记住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，娘这些年就在想什么。可现在不能。妈妈，我明白。子轩，帮娘度过这个难关。妈妈，我已经2天没见到雨桐了，我心里特别乱。子轩呐，如果你真的爱雨桐，就要相信他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会将你们分散。再说，你们分离这2天，还叫分离吗？妈妈，子轩，你过来，娘有话要跟你说。娘想让你先登楼。妈妈，周家既然要这个名分，几大书楼也重这个名分，我们就让他。妈妈，那大哥，你跟你大哥去说清楚，一切都是权宜之计。等到雨桐嫁过来，等到周先生把钱交给4大书楼，你就把位子让给他。大哥能相信我吗？能。这些日子是你大哥最难熬的日子。你大哥离不开书，离不开丰满楼。子轩，你要理解你大哥，知道吗？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是“何须浅碧青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桂花藏于绿叶间，含而不露。花虽小，却香溢似林。你不觉得
桂花的品格更高一筹吗？阅尽人间盛衰，只有萍花怀古。三奶奶，你觉得呢？花是好花，李易安的词是好词。若三奶奶喜欢，我们两家成为亲家，您常来坐坐，我陪你一起沁花，如何？周先生真是说笑了。子轩，给祖宗磕头。跟着爷爷念：列祖列宗在上，列祖列宗在上，吾辈谨遵丰满楼楼训。吾辈谨遵丰满楼楼训，崇文敬学，尊美重书。崇文敬学，尊美重书。四风永继，为吾之真。四风永继，为吾之真。子轩，要记住我。知道了，爷爷。子书，子书，你听我说，子书。您不用管我了，以后我就跟我爹去拿贼好了。子书，你是大哥，你就别和兄弟较劲了。兄弟，子书，你应该明白，这是给别人唱的一出戏，给外人看的。我知道是一出戏，可是有人希望这戏是真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三婶，我一直敬重你，你教会我很多东西。母子连心，你做的事情我不会怪你。可今天这件事情，别人可以站在那儿看，唯独我不能，你知道吗？三婶，你就别再管我了。方先生，我还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子轩已经做了丰满楼楼主。子轩？那子书呢？是子书让给的弟弟。是子书主动让出来的？这不大可能吧？的确是主动让出来的。哎，那我倒要听听，你是用了什么法子把这个孩子的脾气给改过来的？啊？是三奶奶的功劳。哎呀，你不要叫她三奶奶，我听着心里难受。那我们就叫她云儿怎么样？云儿，云儿。可她为什么要说服子书呢？因为她要圆落花宫的一个梦。这话是她说的？哎，这云儿真是一片苦心啊！那天要不是我拦着，他差一点砸了丰满楼的镜台。啊？好啊，砸得好啊！方先生，云儿一直跟我说，她终于想明白了，是因为敖家，是因为这个楼，才跟他的师兄离散了多年。当初是因为敖少芳迷失了他的双眼，他现在要想替你报仇了。他真的是这么对你说的？啊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的。我当年劝他跟我走，他怎么都不肯跟我走，就是冲着这个敖少芳。
云儿是不可能背叛敖家的，不可能。敖少芳已经死了，死了很久了。死了的人是没有力量的。是啊，敖少芳已经死了。他已经死了很久了。方先生，云儿心里这么苦，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吗？想当年，我们兄妹二人在山上随师傅一起练功，那日子过得是何等的快活！在山上有成千上万只蝴蝶在飞，啊！云儿师妹爱蝶，她练完功之后呢，就四处扑蝶。我和师傅啊，就站在旁边看着。师傅拉着我的手说：“静儿，你看，你看你的师妹，她自己不就是一只蝴蝶吗？啊？”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个云儿原来就是落花宫的人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，大哥，我可四处找你，你倒好，原来还在这儿。我不在这儿，还能去哪儿读书啊？你干嘛不上丰满楼啊？那已经是你的楼了，以后能不能进丰满楼，还要看你的脸色。大哥，你是大学者，是大学问家。我知道丰满楼对你意味着什么，你不能没有丰满楼。所以，大哥，我现在请你跟我一起登楼。谢天儿仇恨谁呀？仇恨老太爷、子书，还有我。他现在谁都仇恨。你怕他走火入魔？二哥，你知道吗？练落花诀的人为什么都逃脱不掉走火入魔吗？因为落花诀最怕的就是仇恨，它会让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气脉。谢天这孩子从小就受了太多的委屈，他甚至替子书、替我都背过罪名。我对他和对别人就是不一样。我真怕这孩子会被仇恨压垮了，变得比我师兄还可怕。那你让谢天出来，再跟我学习酿酒好。借给我，轻点，轻点。少主，这些日子您去哪儿了？可想死小子了。你别管我去哪儿了，好好酿你的酒。我爹在吗？在呢。爹，这酒是越酿越好了。我几天没回来，这酒可大大不同于往年呀。怎么样？酒成了。快到好好了。
你有的时候能酿出这种味道，有的时候却酿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把握好火候。火候是外在的，关键是这个。酿母，好的酿母能酿出一种很醇厚的味道，而大多数却只能酿出一种浅薄的味道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好与坏只有一种区分，那就是在被火烘烤酿造的时候，能否舍弃自己的味道，去包容天地万物的精华。能，便是好酿；不能，便是一般的酿。丰满楼和落花宫本是一家，数百年来无人能得二者精华，就是因为无人能包容得下来。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丰满楼又高又大的，好多次都梦见这里爷爷教我念书的日子。这书的味道真亲切呀。大哥，其实你不该恨我，我永远不属于这个楼，我不爱他，也不恨他，我对这个楼一点感情都没有。这个钥匙我不能拿。你记住，你永远是我大哥。拿着。为什么？你是在怜悯我吗？大哥，我一直是很崇拜你的学问的。可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就教过我，大丈夫应当志在天下。我10岁那年，我妈把我送出去。当时我还小，不懂事儿，只知道好玩。现在才明白，那时候我妈妈心里一定很难受。可她还是坚持把我送出去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三婶的确与旁人不同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我妈妈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迷了路才来到敖家的人，然后遇到了我爸爸，然后有了我。
你是何人？落花宫。谁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二弟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哥，我很难受。啊！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在这儿。能不能帮我倒杯水？啊，好。慢点。大哥，二弟，你怎么会藏在这儿？有没有见二叔？藏在这儿的原因，我一时很难跟你说清楚。但是家里的事情我全明白。走，我带你下楼去找二叔。哎，你怕别人抓不到我吗？怎么了？你先在这待着，我去就来。哎，小心点，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在这儿。打住，野天！怎么样？什么也没丢啊？这就怪了，其他3个书楼都已遭劫，唯独我们丰满楼没有动静。这恐怕
大老爷，大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三大楼的人都在门口闹着，让我们交出谢天。安静！大家安静一下。诸位不请自到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爹被落花宫的人给杀死了，差点就逮着那小子了。哎，原来谢天儿跟落花宫是一伙的。诸位，说是落花宫的人抢书烧楼，有没有证据啊？你要证据，好啊！各位，请看，这不是落花宫的东西吗？我们可是亲眼所见的，这谢天儿是被绳索给套住了，又逃脱了啊！你们还想抵赖啊？不是谢天儿，不可能是谢天儿。这还了得啊！早就看出他是个狼崽子。当初跟曾文静走的时候啊，就没拦住他。怎么样？啊，现在回来咬自己人来了吧？谢天回来了，那方文静也不会在远处啊。庆父不除啊，国无宁日。正好，今天趁二弟在这儿，咱把话说清楚。如果哪天谢天偷到自己家门上，咱们怎么着？大哥，你心里一定是很清楚了，你何必问我呢？那我可就不能手软了。你一向手软过吗？你永远是被别人当枪使。是他？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子书，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没有，没什么。这绝不可能是谢天干的。哼！我们都知道落花宫的规矩，只偷书，从不伤人。现在太岳楼主被杀了，这绝对不是落花宫干的事。再者，二哥说的对，对方连偷3大书楼，唯独不偷风满楼。这恐怕使的是离间计，让我们怀疑是谢天。更重要的是，让其他3大楼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跟落花宫勾结。哼，三婶儿，你的意思是，谢天儿根本就没回来？你说呢？我哪清楚，反正我知道，有人心里一定明白得很。子书，怎么了？如月，你要说就说明白了，干嘛话里有话？你不该告诉子书。当时我难受得很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难怪我见到子书有些奇怪。谢天，你见到那个人的样子了吗？我看他的武功身法，应该属于落花宫没错。我差点抓到他，可惜被他跑了。你想，此人会是谁呢？
我听师傅说过，太师傅死了以后，陆华宫曾就有些人出来洗手不干，最后只剩下我跟师傅了。我看那人多少懂得一些功夫。谢天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从这里走出去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有我们。你万万不能在这个时候露面，听见没有？我现在明白你的担心了。对手不只是冲着我们来，还有冯满楼。方先生，谢天和云儿联手，把几大书楼的书都偷来了。你要不要看一看呢？天儿真是越活越没出息了，连这些书他也偷。怎么没有冯满楼的书呢？云儿对敖家还是情分未了啊。你上回不是告诉我说，他已经回心转意了吗？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拉不回他的。那个敖少芳阴魂不散，整天整夜的折磨着云儿，云儿又不愿意背叛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云儿还打伤了你的徒儿谢天。哦，此话当真？你还是不相信我？那好，我叫个人跟你说。公主，狗儿，谢天儿这次是回来报仇的，可我想想也不对呀。他如果要是回来报仇，那应该来偷咱家的书啊。这里有事儿。过2天，周姑娘就要嫁过来了。那几个藏书楼肯定会闹事儿的，咱们还得备着点儿。我看呐，该着急的不是你，我倒想看看他老三媳妇儿怎么收拾这个场面。这都是一家人，怎么老说这种话呀？我就是看不惯他仗着周先生趾高气扬的样子。不过，谢天这么一闹，未必不是件好事儿。哎，子书，哎，你别着急，用不了2天呐，你照样做回你的楼主。不过，你可得想清楚，别把什么人都当自己人，有事没事的都给你三婶去说，听见没有？还有，明天把你媳妇儿叫到我屋来，我得调教调教她。我要是再不管的话，哼，我看你们呐都得被人家比下去。二弟，二弟，大哥，二弟，昨晚的事情不是你干的吧？你说呢？你跟大哥说实话，是不是方文静？绝不是。你还要在这上面待多久？你信不过我？不，
我是怕他们会发现你。这儿，终归不是藏身的地方啊。我爹天天在楼下转，弄不好就会出事。大哥，我在这儿待几天，等风声过了我就走。好。倒是有件事我想问你。你说。如月。这家里的事情瞒不过我全都看见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其实你可以让他过更好的日子。你是在看我笑话？我没这个意思，只是她是你媳妇儿，她对你太重要了，你不应该逃避。兄弟，你错了。他对我并不重要。三婶儿，子舒，这么慌干嘛？他们都在抓谢天儿，你知道他藏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他在丰满楼上。哦，那倒怪了。昨晚的事，真是他做的吗？三婶，您说，我该不该告诉他们？你说呢？不能。我要是告诉了我爹我娘，他们一定会去抓他的。子舒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现在等于是我在藏着他了，可是我也不能老让他藏在那楼上啊。他要是想偷什么书的话，那不是易如反掌了吗？三婶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来，子舒，谢天在楼上住了几天？据他自己说，已经好几天了。那书丢了一本吗？看来他不是冲书来的，他是冲如月。你怕什么？我不怕。子舒啊，谢天无论如何都是你的弟弟。你告诉了我，就是相信我。听三婶一句话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昨晚的事，你也看得出来，有人想害他。好，三婶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三婶，你说他真的不是冲如月来的吗？我以为你不在乎如月，原来你还在乎他。三婶，这些年来，我心里有什么话都跟你说，别人谁都不了解。您说我该怎么办？如月的事，三婶早就想跟你说。如果你真的对她好，真的尽一个做丈夫的责任，那你还怕别人会抢走她吗？三婶，你不知道啊，如月
已经不是从前的如月了。为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仔细想想，这些年，你娘骂如月的时候，如月晚上出去的时候，你都在哪儿？你对得起如月吗？三奶奶在吗？什么事啊？老太爷让过去，说有事跟三奶奶商量。好，知道了。好好想想吧。哎呀，都来了。我让你们大伙来呢，想跟你们商量事儿。过2天呢，子轩就办婚事了。老三媳妇这2天忙得要命。子轩结婚那天，你是他娘，不能让你再忙了。爹啊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忙。就让如月帮帮你嘛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子轩结婚，她这个当嫂子的也应该帮帮忙嘛，啊，这2天就让如月掌管全家的事儿啊。爹，还轮不着他吧？哎呀，这是暂时的，忙过了。还让老三媳妇掌管啊！爹，这2年我把府里大大小小、上上下下的事儿都交给弟妹了，这要临时转给别人，我怕会出什么乱子。哎呀，你想想，那天他又是亲家又是管家，累出病来怎么办？没关系的，爹。弟妹，我帮你，咱们俩一定能把府里的事儿都打理好了。哎呀，我倒想跟三婶学学，没你插话的份儿。我对你神秘的吹动，在身体里，在睡梦中，我对你暗暗的缠绕，你不会在意，也不会惊动。你在风声外，我在风声中，我在动中静，你在静中动。我是你看不见的存在，我是你触不着的未来。我吹呀吹呀吹呀，总是吹不进你的秋波里。我飘呀飘，飘不进你的掌心中。我对你神秘的吹动，在身体里，在睡梦中，我对你暗暗的缠绕，你不会在意，也不会惊动。你在风声外，我在风声中，我在动中静，你在静中动。我是你看不见的存在，我是你触不着的未来。我吹呀吹呀吹呀，总是吹不进你的秋波里。我飘呀飘，飘不进你的掌心中。我是你
呀吹呀，总是吹不进你的秋波里，我飘呀飘，飘不进你的掌心中，掌心。